昨天正打算做这个小院，因为白恩粉丝博主突然来了，他一来就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。本来预算5万的做这个院子，但是只是这5000的预算有点艰难，但是不慌，咱有数，必须得拉着这个罪魁祸首一起干。院子悬置这么多年，疯长的杂草有些生命力顽强了，但是不慌，咱有数，这不越拔越娴熟。找到技巧了，先把老的草拔了，再用锄头除这些新长的草，就容易多了。嚯，拔到宝贝了！哎，这几块大石头样子还挺伶俐，勉强能当晶石用了，能省点是点啊。处理上午草才弄这么多，这真是个大工程。吃完饭接着干吧。这样下去得出到什么时候？进度跟不上了，还是花200块钱请个师傅干吧。这房子买了多少年？这房买了8年，这草长得怎么样？长得不错。这专业的工作还得交给专业的人呢，这熟练的技术。师傅没一会儿就把草都除下来了，这些草还不能直接扔，得拿袋儿装一下。这么点草就用掉20个编织袋，5000预算是真有点艰难了，但是不慌，咱后边再省。这草太湿了，不好装啊。难道编织袋白买了，还得一趟趟运？不慌，办法总比困难要多。花了1天的时间把草晒干，可算把草运走了，编织袋总算没白买啊。处理完这些杂草，月亮池总算可以动工了。但5000的预算只剩4800了，这都不叫事儿，咱自己挖。先挖出池塘的形状，不需要太平整，自己挖就可以了，更能体现挖池塘的趣味。这一顿操作真不容易，中年人的体力有点跟不上了。革命尚未成功，接着干吧。哥，这钢筋有点意思啊，靠我这工具是对付不了了，还是明天安排个专业的工具吧。又遇到障碍了，这一堆芦苇真是难办，必须找个工人做硬化，不然明年还会长出来，这笔钱是少不了了。哇，这个红砖特别好啊！这个当鱼池的过滤材料特别好，因为它的 pH 值正好是弱碱性。荒废的小院简直是卧虎藏龙，不知道埋了多久的旧节都快成化石了。还有个老朋友过来看看我这小院，我给他讲讲我的布局规划。趁天黑前我还能把墙皮铲了，说干就干。铲墙皮的工作出乎意料的顺畅。好，我这是铲到网了。这下很麻烦，自把网铲出来了，这次干脆连它一起铲掉。因为这房子闲置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这面墙铲的时候都不怎么费力了，感觉再过几年这面墙就自己脱落了。但这围墙上的墙皮铲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，看这样子下午的时间都要贡献在这面墙上了。还是不要在一件事情上死磕到底了，这铲子都让我干报废了，以后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从鱼池里挖出来的土还能回收利用一下，质量还不错，把里边的石块和建筑废料都挑出来，田园土和沙土混合，正好适合种树。下午请了2个工人来做鱼池的基础，先固定好鱼池的供水管和过滤管，用铁丝网做基础。为什么用铁丝网不用钢筋啊？取决于你的施工条件和你的施工要求。你能够保证在不用钢筋的基础下把池子做得很牢固，那就可以省略。但是专业的鱼池还是要用钢筋来制作的。剩下的就是给鱼池做地暖了。这里肯定有人要问了，为啥要给鱼池做地暖？和人一样，那是冬天不被冻死，而且在温差条件下，这鱼池就会和鲜池一样冒着鲜气儿。
工人师傅干活就是麻利，一转眼就完工了。可这5000块的建设目标真的有些难做。改造琅琊榜，但是买几棵树就要超过5000块的预算了。现在可咱们老于第2天一早就把树送来了。可这树要是进医院，吊车钱是省不了了。等吊车的时间，我先把竹子种了。老师那边树不让进。保证书，35吨的吊车，物业怕压坏路面，还得写个保证书。这路面怎么能压坏呢？行了，保证一下。谢谢您，师傅。谢谢。看着树被高高的吊起，老于的工人合力吊起来，我觉得我这保证书写的值。以为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中时，意外还是发生了，还真的把路给压塌了。为了花5000块改造琅琊榜的庭院，我的人设崩了。500卖给我吧，不是跟人打赌这块我就要了。挑了几块千层石和硬石，一共花了700元，用它们代替黑山石吧，效果也不会太差。彻底废了，还把人家车灯给砸坏了，又要赔钱了。摆上景观石，琅琊榜庭院的效果应该就出来了。师傅们可真不容易呀，好不容易才把石头搬到我想要的位置上。竹子我选择了北方耐寒的品种，绿竹和南天竹。到这里差点，我临手的感觉好看。再把树给固定一下，这样固定瞅着瞅点，但是更利于树的根部生长。等它稳定了，就可以撤下来了。树木我用堆坡的方式种植，这样更有立体感，也能让以后表层的苔藓不积水。买了一些竹篱笆，好，这200多斤啊，这个。围上篱笆，院子就更加私密了，院里的景观也不会被外面的树木喧宾夺主了。在美观的同时，还省下了工费和涂料钱。院子的雏形算是有了，但预算只剩下1000了。整个院子还要铺上苔藓，这预算太要命了。好，第2个。干饭剧回来后发现，篱笆墙倒了，怪我没固定好就去吃饭了。幸好只是把我的龙柏砸倒了，这要是断了，又要损失钱了。1000元改造琅琊榜的小院，结果赔钱就快5000了呀！这屋里的废暖气片和废门窗，结果这些废品就卖了6000元。这下又可以去石材城逛逛了。我老公还刷到你视频了，是吗？咱还买点石头，都上电视了，还不给我们便宜点儿？有预算就是好，买了一车鹅卵石和绿石。在砌鹅卵石之前，我先把原先剩的废弃石材板给砸了。原先这个鱼池我想做成这样的，但是做成这样的鱼池，光石头不按就要花5000啊！用碎石板一铺，1分钱也没花，就有那味儿了。为了省钱，真是费尽心机呀！上面再用鹅卵石围上几圈。5幅的鱼池就完工了。再铺上点小鹅卵石和千层石，有点天然溪流生态的感觉，也还不错。过几天安装完水循环系统就可以放鱼了。看看现在院子的样子，有竹林，有鱼池，还有树。不过这面墙该怎么整？挂网，用康脸砂浆先抹一遍这个墙。防水腻的再来一遍，最后刷上乳胶漆。我的墙终于有一抹留白了，但是预算又少了500元。一直想在这里打造一个观景用的木平台，为了省预算，咱还是得自己做呀。先把木龙骨固定好，然后开始锯木料。然后依次排好固定，再刷上一层我调好的漆。
虽然我的手艺比木工师傅差点，但是想到又省下1000块钱工费，我这心里是美滋滋的。真香！这个木平台夏天有竹林和枫树遮阳，阴影洒落下来，它会很舒服。忙活了一整天，木平台终于做好了。看评论，有朋友说池子不漂亮，别急，等到月亮池里的水清了，五颜六色的锦鲤一进池子，来年春天湖岸上长起了花草，坐在这里喝茶赏鱼，观云无花，保准让你们羡慕。就是现在还没有茶桌。我给你走。只剩的石头水泥，正好我拿在这木平台上做一个水泥板景观茶台，终于可以动工了。拆几根木头做框架，量好尺寸。我准备做一个150厘米乘以60厘米的茶台，桌子里面留出一块镂空的地方做景观，这样还得锯4根木条，做成一个小长方形，一会儿有大用。钢筋也得接成140厘米乘以50厘米的。有谁知道这个锯钢筋的火花为什么会往里跑吗？把钢筋纵横交错地摆在木框架里，拧上铁丝固定好，在浇筑水泥板之前，先把这2条木腿安装好。这怎么砸不进去啊？还好我早有准备，抹点木蜡油，这样就顺利地砸进去了，完美，效率杠杠的。再把这2块固定板安在桌腿上，桌腿是榆木的，实在是太硬，螺丝差一点拧不进去啊，只能用锤子砸的了。这个状态已经非常结实了。先把钢筋架放一边，薄薄的倒上一层沙子，用铲子实在是考验技术，还是上手吧。铺完倒上混合好的水泥石料，不能一铲子一铲子的往里撂，要像大学食堂打饭的阿姨一样，手要哆嗦，哆嗦到一半，把钢筋架放进去，往里砸的，直到把它固定好，再接着哆嗦，接着抖，直到填满为止。用铲子把表面抹得平整一点，再四周敲一敲，让它填满空隙。拿个长木头给它刮平点，再把2个桌腿砸进去。刚才模子拿一条边条修一下，用小工具再找平一下。那边查消。完工，等它过几天干了，就可以在上面造景了。哎，不服老不行啊！为了我的老腰考虑，咱还是老规矩，请工人来办吧。哎，这回预算又少了150元。师傅办完后似乎不是很想走，估计也没有想到这活这么轻松吧。行了，最艰难的任务完成了，咱们可以开始造景了。工具都准备好了，直接还会怎么样？开整。这口我前几天用玻璃胶粘了个网格板，然后再铺上一层无纺布用来兜底，这都是之前剩下来的边角料，咱也算废物利用了。Nice。先把预留出来的茶台口用赤玉土填满，用的是赤玉土，透气比较好。这一盆砧板，新西兰砧板，再把它加在茶台里。土现在先暂时不用填满，一会儿得填满，咱要栽到这个高度了，这样好看。再用赤玉土把它铺上一层就好了，然后用这个小工具把它松松，这块小木化石跟着放。空的土压的紧实一些，再把陷进去的地方给填满。现在要做的就是给它美化一下，就地取材吧。正好前几天大风把小院的苔藓都吹起来了，
这种叫野生大灰藓，涂一层这个是为了美观，更重要的是能够保持湿度。最后胶水打湿，然后把食材冲干净就可以。网购了一个老北京大茶壶，这就更有那味儿了吧？马上要 BBQ 了，这比我预想的大好几圈啊！这太不搭了，得又费。今天要帮一个粉丝邻居改造一个清新田园风小院，看这一见面，这个想法就被打破了。这不种花，这那边种，那边种，那边给他垫了平面，那边也种花，那边那眼面就是种。沉默了，没有花草树木的田园风。好在老爷子跟我说，他这装修完也没多久，只是一直没怎么住。正当我又燃起希望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这。老爷子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他的想法，却站在原地再次陷入了沉思。算了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以后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买些盆栽就好。我的目光又落到那棵紫藤上面的时候，这紫藤留着，紫藤留着，插到那头了，在哪里压塌的？长太快了，太快了，修着就行。正好旁边的茶室有点漏雨，玻璃顶再给它做高一层，直接在上面再做一个3米高左右的廊架，把紫藤引到廊架上面。这个上面再有一层紫藤。哎，前院的台阶也都开裂了，直接砸了，重新做防水。底下这样行不？啊，肯定得做。这边的绿化我要回去好好的考虑设计一下。得，这么一圈看起来，工程量似乎比我那小院更大。我突然想起一个重要问题：老爷子，您这院预算准备花多少钱？越便宜好呗。我又一次沉默了，所以我这是不是上了贼船了？啊，看得出他努力的试图挽回，但没有成功，吃着先丢一下了。不要了，现在纸帽花来了，把纸帽花刷了。好像真的洗不掉，用之前剩的竹子做个茶盘遮一下，看看如何吧。先鼓好茶盘尺寸，然后挑几颗粗细一样的竹子，有点细，然后这两个开锯。这根好像长一截，没事，办公室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现在把锯好的竹子拿到茶台上，用玻璃胶一根根并排粘好。做的就这样够，一个古朴原生态的简易茶盘就做好了。等胶干的期间，正好把往上靠来的凳子组装起来。幸亏每根凳头上都已经标满了号，在需要拼接的地方抹上一层固体胶，这么舒服，再按照顺序一一拼接就可以了。OK， 组装完成，咱们拿出去刷上一层木蜡油，刷上一层这个可以有效的防虫、防水、防腐。等干了以后就可以摆上去了，再放上上期从老爷子家顺口部拿来的茶壶，看看成果如何吧。又是充实的一天。烂牙帮小院终于接近尾声了，现在就差……哎，我去，这怎么都开裂了？又得请师傅们上阵了，又是一个漫长的大工程了。但是我们这方面做好。哎，花着钱还得挨批，这可太难了。师傅们说，现在只能把这都凿了，重新做防水。看师傅凿了2下，我觉得我会了，果断上手试试。手麻了，打扰了，还是交给师傅吧。凿完后，先刷一层刚性防水涂料，干透以后再刷2遍柔性防水涂料。这些管口必须得活过来是吧？得堵严了，真正杀一遍。先给它横着刷1遍，然后第2遍竖着刷。把池水放满试试水，如果没有漏水就可以套灰了。套灰的时候，我让师傅留了一个水泵的位置。这样，干了之后，把水泵放上，接好电线，长点。就这样。再把循环系统做好。这个叫细菌屋，是细菌用的，有益的。作为一个爱好养鱼20年的发烧友，在这方面我是专业的。养鱼先养水，过滤强大并不一定能养好鱼，消化系统成熟的建立才是养好鱼的关键。鱼池的修缮工作就基本完成了。鱼塘周围的绿植有点少，买了几颗鸢尾和冬青，让送货的师傅帮忙给种在鱼塘边。看你这条岔度多好，这个留点生长空间。今天可以收工了，让子弹飞一会儿吧。等开春后，边上的鸢尾花、山楂树、玉兰花尽情开放，鱼儿不时跃出水面，浸绿了冬青，一定。鱼塘这2天我来撒了2次草酸，除一下碱性。等碱性出去后，放上新水，再养水就可以放鱼了。在放鱼之前，在这儿做一个这个菜，然
然后把这个过滤汤这些水泵搁档架上，再上喝点茶。正好朋友那儿拆车棚，拆下很多不用的防腐木，直接拉走。兵马未动，防腐木先行。掂量一下鱼塘的尺寸，然后按照这个尺寸开始锯木头。现在我是越来越熟练了，在2根木龙骨上一排排先钉上木板，中间留点缝隙做一个伸缩缝，还能防止下雨积水。中间留个口做个活板，这样可以随时掀开检查水泵。现在基本上就完工了。正好漂亮，剪完这些板正好够使。感觉自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木工了。拿出去刷上一层木漆漆，刷点木蜡油防水防潮防蚊虫。等干了以后就可以架在鱼塘上了，配上之前安装好的那石灯，这不就有琅琊榜那感觉了吗？等到春暖花开，在这上面支上一个小桌子，喝着茶，赏着鱼，清风徐徐入耳，花香扑鼻，那就一个字，惬意。哎，这是鸟蛋吧？应该是从上面掉下来的。鸟蛋，鸟窝搭的透水，在那儿呢。我决定在我的琅琊榜庭院做几个鸟窝，就是这树小点儿，估计担不住几个鸟窝。哎，我直接做个丝毫没给我反悔的机会。工长带着师傅们就来了，先在这个角上挖个坑，然后调好混凝土，用混凝土把买来的木方浇筑进去。为了保持垂直水平，师傅还给吊了个水平线。过2小时就动摇了吧？等到水泥干透，可以把上面多余的长度锯掉。另一面打算让它直接靠着院墙。有点碍事儿，这移出来几根，差不多就到这儿。只好把它移到别处去了。然后在墙上量好高度。咱这不是有的树子，干的还挺好啊，不用调开了。把横梁架上，地结构就出来了。再用从朋友那儿捡来的废弃铁皮管加固一下屋顶。还没有地方。上面再搭一层防腐木，这些材料当然也是2手的，我真是个平平无奇的捡漏天才。最后在师傅们的协助下，再把从网上买来的仿真稻草一层层的铺上，有点那意思了，就是草买少了，如果再铺厚点就更好看了。我感觉我可能不适合网工，到时候再买点草就给这儿铺厚点吧。墙面那2侧再整个珠帘给挂上。然后做几个鸟窝在这个横梁上，希望能有新的住客来了。先看看我花1000块改造的小草屋吧，我愿把它称作失落的鸟塘。如果到时候真的有鸟儿飞来，那我这小院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鸟语花香呀。对了，最后我想在这挂块匾，写什么字好？坏了，又出事儿了。今天本来想给我的遮阳棚刷刷漆，结果鱼池的管子竟然又断开了。这放鱼计划怎么这么波折啊？算了，好事多磨，赶紧修一下吧，不然做事情是一点懒也不能偷啊。先把这个软管卸下来。直接用 PVC 管做个硬连接，先大致量个尺寸，好了，然后按需要把管子剪断，再给接缝处抹上胶水，调整好角度，拼接就可以了。这次应该不会崩开了吧？之前养了10几天的水也算是废了，只好重新养水了。水位到这个水位线，它就会停止止水，然后低于水位线的这水。这放鱼的日子又得拖后了，人生总是充满意外。我不一样，我的人生可能就是个意外。趁着放水的功夫，先把遮阳棚的漆给刷了。这要是再偷懒，到时候这些梁子指不定又得裂成什么样，也算吃一堑长一智了。以后活还是得要做细致啊。行，这样应该没问题了。还有点时间，把院子里的杂草清理一下。这苔藓没变绿，倒是这野草长得够旺，养分全让它抢走了。好了，鱼塘的水也放得差不多了，希望这次一切顺利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为爱疯狂过？我反正没有，但是我居然为了一个碎了的鸟蛋做了个遮阳棚，这算不算疯狂？也可能是跟最近我现在住的院子里入住的2只信鸽有关。之前扫过他们脚上的2维码，不知道为啥赖在我那里不走了。我怀疑是他们看中了我那一时紧绷的房子，在工人们的帮助下已经搭好了。现在剩下的完善工作，我一个人应该就可以了。咱也不是为了钱，就是我单纯的喜欢干活。先做几个鸟窝，之前从朋友那拉来的废木板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了。挑几块品相稍微好点的，掰好尺寸，用4块板拼成几座。然后在上面先定一层，用来定型，确立。再按照这层的框架垒高一层，用6块20公分的木板做鸟窝的房顶。
最后把鸟窝的入口用2块木板给缩小一下，一个简易的鸟窝就完成了。再如法炮制2个，先把竹帘挂在向阳的这两侧，短点啊。邻居家的小孩都跑来围观了，他们嘴里一声声的真好看，也是对我的小院最大的认可。最后还得让师傅们来帮忙，把鸟窝在一边的横梁上各钉一个，剩下的一个让师傅帮忙爬树给挂到了树上。这身手一看小时候就没少掏过鸟蛋。再把我定制的牌匾挂上，这上面题的字还是粉丝帮忙起的：归鸟屋，大庇天下，寒士尽欢颜。希望所有可爱的小家伙们都有一片自己的归属地，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避风港。鱼塘养的水历尽各种波折后，终于绿了，可以放鱼了。先去市场买几条鱼去。早就跟老板打过招呼了，就是没想到这鱼塘拖了我这么久。选了7条鱼，凑了个欢天喜地的7鲜鱼，把鱼捞进袋子里，然后给袋子里打点氧气就可以抱走了。结账的时候，老板非不收钱，我都不好意思。我来吧，没事。把鱼捞回来了，先让他们隔着袋子适应一下水温。最近水温比较低，天有点凉，得让他们适应个20-30分钟。先把大盐倒进池塘，把池塘的水调成5%的比例。做改变一下水的正负压量，减少压力。好，10分钟就可以。然后趁这会儿把买来的防跳网给剪开。幸好我戴了帽子，不然头发都起。待会儿浮到水池上，防止鱼跳出来。刚入池的新鱼对水质的要求比较高，整不好给你来个鲤鱼跳龙门，差不多可以放鱼了。看着它们在水里扑腾着尾巴，忽然想起最近看的电视剧里的大尾巴鱼，希望它们也可以像长翼一样找到自己的寄云河吧。行，大功告成，遨屏灯也都装上了。每当夜幕降临，他们的小院也有氛围感了。